好，这一节我们持续来关心是美国的民主现在正在崩溃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在这个周末发生了这个大游行哦，全美爆发的是2700场的示威，700万人走上街头怒吼，怎么回事？赶快来看今天火线话题3点，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他们怒吼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国王，这国王指的大概就是川普了。美国街头爆发了2700场的示威，这个人数达到了700万人，从纽约一直到大城市洛杉矶，全民怒吼川普啊！你现在简直就是皇帝！民意反扑正式的在美国全面爆发了吗？第二件事情，看到了这个来自于700万人的示威活动，川普是立刻晒出，并且分享了一段 AI 影片，他戴上王冠，驾驶战机丢粪弹，以数位暴力来回呛这些民众。美式的民主怎么回事呢？第三件事情是最高法院会不会也跟着沦陷呢？因为共和党现在决定要动员军队了，州长都在做备战，这边指的就是在共和党的部分。那国民兵也在待命了，但是问题是最高法院大部分是比较挺川普的美国的民主最后防线是否已经被合法化的独裁给攻陷了？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确实，现在全美超过2700个城市爆发的这场运动叫做 No Kings 无王运动，示威潮不断的蔓延，将近700万人走上街头的一个超大规模示威的游行，民众呢甚至手举的就是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合成画面，讽刺说川普你跟金正恩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们不都是独裁者吗？最新的一段影片是在社群媒体上，川普的分享一段 AI 的生成影片，他头戴这个皇冠，并且呢他是这个坐在战斗机上面，向不要国王的这700万的抗议群众投掷粪弹。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好，没有想到是类似这样子的影片，川普竟然是直接拿来做分享，好像是在回应这一些抗议民众的声音一样。另外一方面，共和党的这些大本营，不管是德州、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的州长们，也直接下令了，国民兵准备好了，我们随时要强势的来出动，维持社会秩序。川普正在把军事化用在镇压反对者的声音吗？那这样的独裁行为，美国社会还能够容忍多久？美国还有民主吗？委员怎么看？这样的抗议规模大概只有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1970年代的反越战的运动里面才看得到这么大规模的抗议。而这个抗议里面的核心是累计而成的。第一个，他们抗议川普这个强力的取缔非法移民，所以跟非法移民的家庭啦、社区啦、团体啦产生激烈的对抗。第二个，他强力的取缔反对以色列的团体，那也跟一些号召要支持加萨走廊可怜的这些这个受难者的一些民众起了强烈的对立啊。那第三个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他这个用关税的问题打压了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当然现在生活上非常的困顿，这个宣泄的对象当然是川普了所以他打压的对象不只是原来的民主党的支持者，而是相当的广泛。那抗议会一波接一波，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川普他不想让，也绝不让，所以两方面就变成说你独裁、你违反民主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机制还是相当的强健，你川普胡搞瞎搞，他最后还是要服膺最高法院以及国会的决议。那现在国会里面当然共和党占大多数，可是明年就不一定了。这个就是民主机制在制衡他，所以他也会担心，希望明年共和党能够选好一点，所以马上他去见习近平，要跟习近平肯托，放他一条生路，要不然大豆卖不去。他的农业州翻盘以后，我看他明年就结束了为什么？如果说让民主党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只要有议院占了优势了以后，他的法案都通通推不动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不过他像小孩子，
你堂堂一个大总统，竟然还做影片，然后这些什么丢这些抗议者的这粪便，哎，谁那么幼稚，实在是，哎呀，我实在是这个美国被他搞得实在是脸上无光啊！我从来没看过美国总统因为有人抗议他哦，就做个 AI 影片搞。当然那个年头还没有 AI， 可是人家也都很幽默的去应付啊。比如以前小罗斯福当总统的时候，他很严格的推行新政啊，社会保险，很多共和党的保守派就很讨厌他。那他就讲个笑话，他说：“哦，有一个共和党老先生每天去报摊看一下，不买报纸就走了。报摊老板问他说。”哎，你看这个怎么都不买报纸啊？他说我要看那个人死了没有，那个人死了一定会登头条。你看多幽默，这个人家厉害就在这里，就他不但没有幽默感，还那么孩子气哦。哎呀，实在是个性使然呐。好，这一场关税战，还有这个美国现在的各种的示威抗议，现在在全美不断的蔓延，而且这样子的抗议示威还在持续的扩大当中。CNN 民调也最新做了一个有关于川普的民调，不支持度已经高达了55%了，是2任他当总统以来最低的一次。半数的美国人认为川普的行动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糟，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就算是铁粉，现在也表达了对川普非常的不满。明年的期中选举就要到了，他会不会愿意因为民意的关系收手呢？院长怎么看？其实现在整个共和党都在一个末世狂欢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川普总统啊，那但是呢，他的共和党籍的这一个众议院的议长啊，他也是讲说这一个集会啊是仇恨美国的集会，都是亲哈马斯跟极端反法西斯的这一个立场的人啊。那刚刚我们讲到说啊，没有一个总统这么没品啊，搞出这样的这个影片啊，他还讲了一句更垃圾的话啊。他讲什么？他讲说所谓的这一个No Kings 的这一个抗议啊活动几乎彻底的失败，那个没有人参加。对，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人家就帮他把所有美国各大城市的这一个集会的图啊，从东岸到西岸，从北到南，全部贴出来，直接来呛他，然后告诉他这是 No Kings 2.0。对，那既然有2.0，那一定有1.0嘛。那1.0是什么时候？也就是在今年的6月，已经一次了。而且呢，我们看到在今年的7月4号的时候，也有一个 Free America， 也是这种抗议啊。对，所以其实川普的这种行为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后，而且现在正在慢慢凝聚这个民众对于他的反对啊。那当然，我们讲到 No Kings 是这样，不过我们注意到啊。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图片，它形容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强调的也就是 No Kings in America， 而且是从1776年就开始。这件事到底在讲什么？这件事其实讲的也就是1776年的7月4号，也就是第2届的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就是再也没有这个国王了。但是你现在川普的种种作为。就像是个国王，那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人民其实是很担心的。我们就看这个有关于美国未来的这一个经济预测的话，我们看到有关于黄色的部分是表示悲观的，蓝色的是表示乐观的。我们看到从他开始就任以来一路的就是悲观都是不断的往上爬。那另外呢，我们在讲到说这一次有关于这个中央政府。那个无法发放薪资这件事到底是谁负责？那我们看到大家都认为是川普跟共和党负责，反而是民主党他只有37%的人认为是有责任的。但是美国的人民是很有警觉心的，也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未来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于黄色的部分呢是现在的状况，那蓝色的部分呢是今年8月的状况，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未来就业的前景也是悲观的。所以在这种种的情况下来看的话，如果大家都认为我的工作是悲观，那 American Dream 就不存在，也就是明年的选举对于川普而言只会更悲观。
好，所以明年的期中选举到时候持续来做关系。不过现在呢，可以看到民调整体来说，还有对于未来的经济前景来说，对于川普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但是此刻他并没有收手，而且呢，我们要看到他用这个司法来发布他的追杀令，好几位大咖现在都被他追杀。来看到的是他接连起诉的人，包括了前 FBI 局长科米、前检察长詹乐霞、前国安顾问波顿，他还威胁要调查特别检察官跟民主党的参议员等人，而且详列了一份叫做政敌清除名单正在形成当中。另外一方面，最高法院似乎是不是也成为现在川普的一个独裁护法了呢？原因是因为现在芝加哥他已经婉拒川普派国民兵进驻到当地，结果川普是立刻的上诉到最高法院。现在看起来做一个统计说，这个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的比例大概是以6-3，也就是说，川普现在看起来都是优势的。接下来最高法院也可能成为川普独裁的工具吗？川普对政敌发起的这个司法上面的追杀，美国还是民主国家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川普对法律、司法还有法官呢？基本上3个态度：他无视法律，他利用司法，他攻击法官。他无视法律是不只是在这些司法案件，他在整个执政上面，反移民的工作上面，对外国的关税或者是军事集结要准备攻打放话，甚至要颠覆，所以他不只是无视美国的国内法律，他无视国际法，他把加拿大叫做美国的第51州，还记得吗？他说格陵兰要回归收回变美国的等等之类这些做法。然后呢，他要这些国家要预付你们要投资的，这完全都不符合国际贸易跟金融相关的法律。那当然，在美国国内更是如此。他派军队要进入到芝加哥、波特兰，要进入到这些民主党掌控的，要去改变那边的政治生态，不管用任何的理由。他无视法律，那他利用司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用了好多个案例，所谓的追杀名单、起诉名单，对，从他过去背叛他的人，到现在反对他的人，尤其是他的政敌，哪一个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没有一些瑕疵或缺陷，他就把它放大，然后用他的媒体、用他的言论、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然后用他的 AI 影片，然后呢就把它放大，然后变成。不只是法律的伤害，媒体的伤害，人格的伤害。那如果不配合的法官，他就攻击。所以这3个层面。因此，当我们经常讲民主政治的时候，很重要。法治的英文叫什么？叫 rule of law。那 rule by law 呢，就是现在川普的，也就是说，法律变成统治工具。那你现在看这个过去历史上，你将来如果5年或10年之后，你回来看川普这段时间会不会就是一个霸权国家可能走向衰退的一个征兆，或者是转捩点？因为不要忘记这才他的第1年我们还有3/4他3年以上的时间要跟他相处而且不要忘记，他虽然没有连任的这种可能性，可是呢，那就表示什么？他在这个接下来这3年多会为所欲为，同时他一定会极度的去确保接续他的人会是共和党。是，那否则他可能自己被起诉了。对，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呢，如果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那就更进一步的藐视法律、无视法律，利用司法攻击法官。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民主政治真的已经慢慢的离这个所谓的法治 rule of law 渐行渐远。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